我觉得一个11000的手机可以有这种的质感还不错，真的是蛮好的。好，接下来开的东西呢，非常令人期待啊！这东西在我的频道上今年竞争非常激烈啊，就是我们的预算手机的部分。那从 iPhone SE 啊、Pixel 4a 到现在我要开箱的这一款，那这款就是今年 CP 值爆炸的这个 Realme， 然后我要开的这是 X3， 哇，这款手机真的屌！这种手机一定要先讲它的价格。这款手机呢，在我拍摄的时候，前一阵子他们特价不到1万块，那平常开价是开在10990元，不到11000。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吗？它有着4镜头的组合。然后再加上它是高通骁龙 S85 Plus 的处理器啊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很惊人啊！毕竟你要想看这个11000不到的价格，你可以买到去年的旗舰处理器，非常的猛啊！我觉得有点像是安卓版的 iPhone SE， 因为它就处理器塞到它之前最好的那个版本。那它虽然没有塞到今年的 S865，但它到85 Plus 也是很多游戏几乎都是完全不成问题的。好啦，我们就光来开箱吧。整个盒装走是这种黄色的外观，就跟之前一样。我看到 Snapdragon 855 Plus 120赫兹的高更新率，这很多旗舰手机就不一定有。然后就是4镜头啊，前面双镜头这样子，很不错的配置啊。规格上来讲，很不像是预算手机会有的规格。每次画这个，我都很怕从镜头里看到我的手被划到，我就会直接见血。OK。哒啦，黄溜溜的。Hey, welcome to a Realme family. 还嘿哦，嘿你一声。Let's embrace new journey. OK， 新的旅程准备开始。哇，这怎么上面有一点脏脏的啊？这什么啊？这好像是萤幕保护贴吧，不过是这种软胶的，然后有点沾到一些毛屑。然后我今天要开的这个颜色是白色的，它有2款颜色，一款是我现在要开的是极地白，然后另外一款叫做冰川蓝。对，等一下再来看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有什么配件。手机先放。一个快充头，然后它支援的是30瓦的快充头，非常的有诚意。这款手机还支援30瓦快充，然后一个 Type C 的连接线，然后里面有卡针，对，没有做什么花样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它是不是还有个保护壳啊？哦，在这，对啊，你看这很棒哎，这上面还有保护壳，然后一本说明书。保护壳是走这种塑胶软壳的，不算很硬，但是也不算太软。它都会帮你把边框这里做一些防撞的措施，然后镜头这里是有做一个垫高的处理，还不错。所以其实东西蛮多的，它就有着手机本体，然后30瓦快充头、Type C 线、SIM 卡卡针、说明书，然后保护套和整个的东西给的蛮丰富的，很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手机的部分啦。哇，开箱手机最爽的时刻就是这个撕膜的时刻。这家伙要从哪里开始撕？这里吗？那我们就来咯。哇！贴纸来咯，非常的不错啊！它这后面还有写字写什么？哦，它这后面还有写说它这个是有支援这个 NFC 的，它是在这一区块感应，跟其他比较不一样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看整个手机的背面，哇，这背面其实蛮美的，它是这个极地白，哇，很漂亮。我觉得大家好像这次都是选冰川蓝的居多，但我觉得这个白也蛮有质感，不会有那种很廉价的感觉。然后上面是写的一个 AI Quad Camera，AI 的镜头，整个镜头模组做的凸起的程度大概是这样，还不错。然后后面有个 Realme 的字样，它这个采取的是玻璃背盖，不过它的质感，我觉得材质不是你想象中那种硬的玻璃，但是整个的质感是做的还蛮不错的。整只手机的重量不包含任何东西的话，是来到204克。这边要提及的一点就是，它这款手机不支援无线充电，这点是比较可惜一点。不过整个手机握持的感觉，到现在我觉得它这边的机身都是做这种比较圆滑的，整个感觉还蛮不错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各个上下左右。首先左边的话，这边很简单，就是只有做一个音量键的设计。然后上面的话，这个应该是麦克风孔。右边的话，这个就蛮有趣的，它就是一个电源键加上指纹触控的按钮。那它就是侧边指纹触控解锁，走的是实体的。然后底部的话，来到是一个扬声器，一个 Type C 接口，然后以及一个 SIM 卡卡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SIM 卡支援的是什么？哇，这2个洞这样子很危险啊！我这一个不小心就会戳到那个麦克风孔。哦，对，
它还有一个麦克风孔在这，不要戳错你就爆炸了。它走的是双实体 SIM 卡，那是2面的，这个设计是比较少见。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它不支援记忆卡扩充啦，不过在11000块不到嘛，就不要要求的太多了，要不然看起来就有点过分。整体来讲的话，它的按键我觉得还行，没有到太松动的感觉。大家看完之后就可以发现说，这款预算手机是没有支援3.5mm 耳机孔的。不过他们家也是趁这个时刻推出了这个 Realme Buds Q，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有需求的话，可以去看他们的无线蓝牙耳机。好，然后这款手机它是不支援防水防尘的，这点也要特别提一下。我刚发现一点就是他们在出厂的时候都已经帮你贴好保护贴，所以真的蛮贴心的。你再加上它这个壳，你就可以直接做使用，你不用额外再去做任何的处理，一拿到就可以直接开用，这点很不错。好，然后来介绍一下它的相机规格。这边刚刚有提到的是前镜头是走的是一个双主镜头，有的是1600万像素的主镜头，光圈是 f2.1， 然后广角镜头的话是800万像素，那有着105度的广角，那光圈的话是 f2.2， 然后背面的话是镜头。首先呢，最上面的这颗是长焦镜头，是1200万像素的2倍光学长焦镜头，那可以达到5倍的无损，20倍的混合变焦。那在下面这颗第2颗是微距镜头，最短的对焦距离是来到4公分，那这像素是200万像素。然后接着第3颗是主镜头，采取的是三星的 GW1 的感光元件，可达6400万像素，使用的是 f1.8 的光圈。那最下面这个是广角镜头，有着110度的广角，像素是800万像素，旁边还有一个是 LED 的补光灯，所以说它其实配置给的蛮齐全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开机了。有电吗？哦，有 Realme， 哇，真的是 CP 值大厂啊！出现了 Realme， 上次开他们家的手表就觉得哇，真的是 CP 值爆炸。好，那我这边就来设定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然后它这款是有支援脸部辨识，所以它是指纹跟脸部辨识都有，所以这个还不错。接着就是来做指纹的触控，实体指纹的话，都应该会比萤幕指纹还是来得更稳定一点，毕竟技术是比较成熟的。然后它也是可以用这个指纹来做行动级别支付，所以说还不错。好了，欢迎使用 Realme UI。在这个画面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说，它左上角做的是一个胶囊的开孔设计，因为双镜头嘛，就会觉得比较胖。那这就会让我想到我之前在开其他款手机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是选择比较小的，这些胶囊就会比较显眼一点点。哇，喇叭蛮大声的。然后整体的话，它胶囊是放在左上角，哇，就是这种桌布黑色的把胶囊给它藏起来。这支手机的规格的话非常的强悍，它支援的 CPU 是去年的旗舰款 S85 Plus， 在今年来讲，我觉得效能应该都是获胜。那记忆体的话是来到8GB 的 RAM， 那储存空间的话是128GB 的 ROM， 电池容量部分的话是来到4200毫安时，那支援了30瓦的快速充电，大概是1小时的左右可以把你的手机从0充到100，里面还包含了一个水冷的散热系统，那支援的指纹解锁跟脸部解锁，那也支援 NFC 的功能。那我刚刚稍微用了一下这个 UI， 我觉得这其实设计的还不错，因为它东西没有到太多，它里面装的东西就是额外帮你多装一页。那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滑顺感是有做出来的。然后它比较好的几点，像是我觉得它的手势设计的就还蛮 OK 的。像我现在就已经把我的导览列改成了2侧滑动手势，那你可以选虚拟。那它有一个很像三星，就是上滑滑动手势，就是左右是返回上页，那上滑是返回桌面这样。那不过因为它这一款的下巴其实是稍微比较厚一点，那额头是稍微再窄一点，然后它做的是平面的，所以你在做侧滑的时候，这边会有一点点的小刮手。不过这个问题可能在你装上保护壳之后，可能就会解决。那此外有点还蛮好的是，它解锁萤幕的话，可以直接让你选说你识别成功的时候，你要上滑解锁还是你要直接解锁。这点的话，就你看像 iPhone 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，我就不懂为什么。然后再一点还不错的是，它的萤幕的部分啊，它的更新率是可以让你自己选择，你可以选择120赫兹、60赫兹，或者让它智慧帮你切换，真的就蛮好。因为现在新的有些旗舰款的手机是不让你锁120赫兹的，可能是因为电量的关系啦。那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的萤幕其实做的还 OK， 不会到说有上下发射不均的状况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然后接着来讲一下它的萤幕的参数的部分，它这块萤幕的尺寸是来到6.6寸 Full HD Plus 的 IPS LCD 的萤幕，使用的是康宁第5代大猩猩的强化玻璃，120赫兹的更新率，整体的表现感觉是还蛮 OK 的。虽然说不是 OLED 的萤幕，不过整个的色彩发射啊和它整个的沉浸度是蛮好。唯一一点让我比较不爽就是它这个前置孔开的比较大一点，所以说你在观影体验的时候，你是比较容易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啊。
然后再来一件事情是，它这个是单扬声器的，所以说你如果把它一边遮住的话，它是喇叭表现的话，就是从底部这边发出来，这点是比较可惜的一点。好，那接着就是来到它的镜头的部分啦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镜头。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说它的相机模组长得是这样，然后一进来的话就是一个1倍，那它可以切换的是这个广角，然后1倍，然后2倍，然后5倍。它就是大概是这个感觉，然后这个上面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说你要不要开它的炫彩 AI， 它的炫彩 AI 如果打开的话，彩度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我们这边来看一下，如果我这样手持的话，因为它的超广角是在最下面这个镜头，其实你的手持如果不要靠着这个镜头这样靠，你是这样的位置的话，是不会入镜的，因为现在有些垂直排列是蛮怕你的手指会入镜，所以这颗是还 OK。然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蛮有趣的是这个，它也说这个边缘会就是你切换到前镜头的时候会是彩色的这样子。我们来帮这个小草自拍一下，看一下它那个镜头的广度，因为它前镜头有支援了一个广角镜头，所以应该是还蛮不错的。哦，它感觉的话，前镜头大概就是从这个范围，然后可以到这个范围，所以说可以筛下的人应该是多到蛮多的。那除了它这个前镜头模式以外，它还支援了夜景的模式。那夜景的话，它是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星空模式，我看到星空模式，它有这个脚架模式，它的曝光时间会拉长。那你切到夜景之后，它这边还有一个 Pro 的模式，你打开之后，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设定的参数。那最长的曝光时间是来到32秒左右。录影的话，最高是可以支援到4K 60 FPS， 就是其实蛮厉害，可以做到这种4K 60 FPS 的感觉，其实蛮不错的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是我最期待，就是它有一个叫做超微距的功能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可以拍出来的微距的感觉可以到多少。找一个比较细致的东西来拍好了，那个布，那整个感觉就会变成是这样。那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不过可惜的就是在于说，它的微距镜头使用的像素是只有到200万像素，是稍微低了一点啊，所以说这点就比较可惜。然后我现在要来测一指纹解锁的速度，那我们来测测看。那指纹解锁的速度的话，1、2、3，其实蛮快的，1、2、3，它其实放下去它就解开了，所以说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等待的时间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再加上它搭配这个前面的脸部辨识的话，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好了，那这大概就是我整个 Realme X3 的开箱啦。我觉得这款手机其实蛮不错的，整体来讲的话算是蛮香的。那它的优点就是在于说它有着很棒的处理器 S855 Plus， 有着还不错这个4镜头的这个设计。那它的背盖我觉得整体来讲很不错。你看像我摸了这么久，其实看不太出来背盖的指纹。然后你看这个颜色，哇，这颜色其实真的是蛮漂亮的。我觉得一个11000的手机可以有这种的质感还不错，真的是蛮好的。我觉得会蛮适合给说你真的是用习惯了 Android 的系统啊，然后就想要玩游戏的人，然后又希望拍照弹性多一点的人，那这款手机非常适合，毕竟它才11000不到。然后这款手机的缺点就是在于说它没有3.5mm耳机孔，不支援无线充电，然后单喇叭，这几个是比较可惜的点。不过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一款很香的手机，特别是这个背盖，我真的是蛮喜欢的。因为冰川蓝的人开箱蛮多，但是极地白就没有这么多啦。好啦，那介绍这款不到11000的手机给你们，而且这款前一阵好像真的特价1万块不到啊，大家如果有特价好好把握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，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